对，就像我们刚才在讲的一生，包括之前大家评价到狼队的像青青，其实每个现在的排在前面的队伍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是的，来吧，看下双方第一局比赛的 BP，蓝色方 KSG， 红色方北京微博，双方第一局。元辅搬不搬？直接搬掉。 B 班鲁班大师，先搬盾山还是鲁大？盾山。KSG 第二班海月还是苏烈？哦，直接搬了女娲，这就针对搬啊，搬听月了。对，就主要在空二这个点上，现在的优先级确实是降，因为他上个版本的一些改动。对，杨戬搬掉。 我觉得主要是他解决了这个空空儿跟公孙离绝对对立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对，这样的话是双方T0辅。是的，要不要一边一个？你的无知，鲁大。无边无际。微博这边有裴金虎、狄仁杰、杨玉环，最好是把裴金虎和狄仁杰出了。是的，包括还有像敖影。 敖影最近其实也是因为整个版本的改动，冰痕的一些削弱，也是回归了我们传统的一个暴击流。鼓励他走暴击流，对，但是他的机制只要不变，他对于这些类型的阵容体系的还是可以适配，还是可以用。对，包括可以防备嘛。直接狄仁杰加沈梦溪哦，想打前期啊。看 KSG 怎么搭配，直接橘右京防了一手3楼裴金虎。怎么说？ 选了不知火舞，点对点针对沈梦溪哦。其实像配鲁班大师的，还有像一些什么吃叉之类的也可以，但是面对到沈梦溪的话 ，KSG 直接给自己中轴选了不知火舞。对，那3楼其实最好就不要出这手配金虎了。可以换个谭野，或者说要不要出杨玉环？哦，直接张飞。一起重要的事。补了个先手和反手都可以的游走。那这样其实 KSG 可以稍微处理一下魏博这边的打野。 要不要3班打野？但暖阳我们也说了，这赛季他的英雄池特别深，已经用了14个不同的英雄。对，看看能不能再扩充。我感觉基本上能用的都用差不多。其实我比较期待这版本的玄策，其实在路人局里登场率还是挺高的。比赛里拿出来需要点勇气。对，鲁班7号拆搭子，圆坦。其实 KSG 可以考虑扳手夏侯，夏侯这把可以防。 鲁大的一个大招，还有火舞的一个开团，是的，戈亚，扳射手大司命，那看最后班给不给夏侯了？艾琳要不要处理？并不畏惧，还是扳射手，3班射手，阿古朵，把前排包括这种防拉的处理掉，怕微博再拿一手阿古朵的话是一个3消耗，对，前中期太顶了，跟你打平推，对。 微博啊，先给暖阳拿 ，counter pick 留给子墨。而且云鹰这版本其实也可在比赛中，它的出招也比较多元化，而且它也一样，它是一个反正能保能攻，它更倾向于一个中段的一个打野，是的，不是那种直接性的去切后排的类型。但这把也一样，鲁班大师他也不怕。对，但这样的话，这样外面对抗路是比较多的，狂铁、关羽都在，包括说夏洛特。对。 看 KSG 这边怎么选了。乾隆庭院，敖影，向世间。这把就是自己玩的，就鲁班大师当开打点去用了。打上半区，对。越是恐惧，狂铁，那夏洛特了吧？感觉没什么问题。打鲁班大师，对，打狂铁也好用。对，主要这把如果微博5楼说关羽的话 ，KS 这边没什么人怕他，没什么可切的。对。你关羽进来，敖影直接放大就走了。 还得来个持续输出的点。走不通的路，哦，就用拳头来打。达摩，这手达摩什么说法？还是觉得正面的控制比较少，来个能接 combo 的，直接锁了。这个我们进去看效果吧。就微博现在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会有一些。 他阵容上自己的奇招其实也合理，但是这个位置如果放的是个夏洛特，他是肯定没什么毛病，就容错率肯定更高。对你打狂铁也好，打鲁班大师也好，打其他位置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可能是省
可能从英雄池的层面上考虑省一省。不过这个赛季在微博的身上也见多不怪了，他们比较喜欢用一些偏冷门的，对不同的英雄组合，他会尝试一些东西，培养一些新的英雄。就这个还是我觉得值得可以去，不是最起码我觉得从观众朋友们的观赏性上来看，大家是好看的。而且达摩其实在经历上个版本的一些改动之后，他的伤害是有一些加强的，他的一技能。但主要是这把效果怎么样？这把主要是达摩云鹰的 combo 能不能接起来？对，他们在如果不拿夏洛特拿达摩的话，他们阵容的小 combo 是会变得更多，包括先手点其实也多了一个。很有可能开端点不拿达摩的话，只有云鹰一个人，对，可能考虑到上野要去接一下 combo。张飞的话，他其实还是个反手，特别在面对鲁班大师的体系里，他基本上不是一个先手点。对，就达摩可能成为队伍里的一个唯一先手。这把其实会出现非常多4打4、1打1的画面，基本上就围绕到上半图了，在4分钟之前。准备进入双方比赛了。医生这把也是拿了一个纯开团型的鲁班大师啊，这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表现。就现在的整个 KSG， 在他的这个队伍当中啊，医生目前是总评分第3，游走为第1，高达93分的评分，在上一场比赛输掉之前是96分。主要他的失误率太低了，对，他开赛目前至今几乎很少失误。其实一个在干苦活累活的舒服位啊，能打到93分的评分，真是件挺夸张的事情。因为一般这种位置，阵亡率是比较高的。对，就基本上就第一个就开团，然后就死了。卖自己卖的比较狠。其实医生是一个不太在乎 KDA 的打法，但他在生存率确实不高的情况下，能打出93分的总评分，其实还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包括现在，其实 KSG 他有16次的一血，这个有多离谱啊？他比赛场数才17场，他有16次的一血，而其中一血率占到了他的一血胜率有88%，这个非常夸张。但是非一血胜率就只有30%。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跟他前面那个阶段比较顺有一定的关系。他能不能把自己这种前期优势的打法巩固下去，也是挺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就在4分钟前很擅长找机会。没错。这局的话，面对的是北京微博这么一个相当有强度的阵容，而且并不是很怕先手。来看一下他们如何操作。双方的第一局比赛，蓝色方 KSG， 红色方北京微博 S 组的比赛。在目前这个阶段，依旧还是抢分期，荣耀加冕，追梦不休，北京微博主场作战。进入比赛，看一下双方开局的分线。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没有变动。其实这个也挺符合北京微博的风格的，就是他们跟医生这边的这个开团属性不一样。就这赛季的九星在开团的占比上并没有那么高，反而是其实他们的上野开的比较多，对，暖阳跟子墨这里，基本上就是会选到张飞这种苏烈这种应付的时候才会去多开一点。对，鲁大直接连体，但沈梦溪在往下靠。这个红隼的话 ，KSG 不太好秒，得拉扯一会儿。子墨这边抢完线是直接过去打劣质了。下路这个都不敢轻易打。斩杀线的话，敖影这边是更高的，打得很稳。所以说蝶姐和张飞要先压血量，给盾，但是血量没压下去。等一下要拼了，要拼谁的？看一下，好像是鲁大的小雨的吧？就是反正 KSG 这边。对，这其实就是这波不应该直接去打这个红隼的。那血量没压下去。对，毕竟敖影的一个3火伤害肯定是比你高的。上路的空间之灵也被 KSG 拿到，哇，赚了2边啊！应该第一轮野怪的话是4对2，但这里面这无言加句号这个狂点加橘右京的组合前期强度太高了，还是相当高。对，加上一个火舞，对抗性也比较强。开局的话，暖阳是打了波变奏，神魔线，哇，这样吃完再回去神魔系卡一下线，再吃确实很舒服。所以他们前期其实打得很好。对 ，KSG 还是一支非常擅长打前期的。要卡河道了，动手打一套，但暖阳这里丝毫不怂，回头打一段强移，技能再打一段大招，直接回拉2段跟上，就知道你鲁大火舞没4级，就是敢凶你，这不怕。而且你橘右京前面1、2交完了，是的，
这个 timing 卡的很好。明的对抗性拉得很强，打了2个1段枪，1个2段枪一出来。下一波就得小心一点了，因为火舞到4了，鲁大再吃一波线也到4了。他们这个阵容基本上就属于那种，除非你一套把我连死，不然像暖阳、像九星这种都不太好去对抗，你都很难去直接击杀他。对，而且清完线如果再走河道的话，小心被卡回中的一个位置。对。第2波空间之灵，张飞、鲁大都有4级了，但绝金这边露视野了，开2个起来拉走。浩克顿继续打，那这波句号是先过来的，但是神魔西这个雷炸的效果一般。SG 继续挤位置，因为绝金给了个往上的视野人回去刷蓝区的野怪了，对，就导致微博这边的3人不敢直接过来拿这个空间之灵，忌惮。对，在他消失了，你不知道他过来了还是去收野怪了。哎，狂点手里还有闪，就前中期毕竟狂点绝金火舞的主动性还是会更强一点，而且确实强度高。是的。直接大招丢给山豪，反而就是一组，对，就是要拿。那分钟线拉到了达摩，这位就应该是包走了。达摩是感觉在微博阵容里相对好开的一个点，容易被拉回来的那个人。对，就其他4个点要么能解，要么不怕拉，要么站得远。对，这样的话顺势把线给断掉，可以准备4分钟龙团。但是这下手很精准啊，感觉应该前面是给了我假视野的。就可能就绕回来了。对，就子墨这里，他要么就先手，要么就可能要躲一下，不然他真的蛮容易被开的。是的，这样的我也不是少人的。哎，一套 combo 下去，又是爆发跟上，直接把暖阳打掉。看 KSG 怎么选择。这 KSG 一血率高吗？对，真高。因为他们前面看到暖阳在阵亡的时候身上是没红 buff 的。哦，一剑跟过来拍起来，但伤害第一时间应该是不够的。那要等这个红 buff 刷新了，就是要硬反，最差也得逼你个大招。是的。看微博能不能稳住啊！进来，句号是有逞的，张飞手里有大，这波要试试看，直接吼，但有链子，第一时间给断掉了。不过输出跟不了，能够把这个红直接带走。哇，一般队伍来说绝对去杀完云去开这个暴君了。对，但 KSG 想要你野区遏制暖阳的一个经济，少赚就是亏在他们。对。看一下实时预测，看好微博大概15个更多一点，但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来到了 KSG 的手中，就感觉那句话，16次一血诚不欺我。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对，就今天感觉 KSG 就一个宗旨，让暖阳不舒服。哎，确实。我们来看这波，打了个回马枪，给你视野，第一时间让你以为我走了，晃了一下，再回来。但达摩没办法，就鲁班纳是开达摩，而且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奋起反抗。对，当时他是贴着子墨的脸，交闪也会被拉。这是一套控到死。不给动。好，我们看一下蓝色方请求了暂停。其实5分14秒的时间，2000的经济领先已经非常大了。对，主要还是分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啊！0分就意味着他作为这 S5队伍来讲，如果逆风是0分，证明他们的这个强点跟弱项很明确，就劣势基本玩不了。但是我优势就是很厉害。是的，而他们又有巨高无比的一血次数，说白了就是把优势发挥到极限，尽量别打逆风局。来看一下下一波的红区 ，KSG 要不要选择继续进攻？但下一塔已经被 KSG 给破掉了。这波应该是能够把人找出来的。红区如果一直受限的话，其实子墨在上半区也是很危险的状态。这个上一塔其实已经是看不了的了，红区还要继续往里钻。可以先把上半路的兵线给断掉，再往过靠，看北京微博这波也去防不防？如果要防的话，九星跟子墨要想办法开一波，可能是一波5v5了。是的，先挤位置，但这个地形张飞和达摩是很好发挥的，没有选择硬打，确实这正面张飞和达摩的2个大招，抽一套有链子。大招吸口血无伤哦，这波要进蓝了。前面那波看到云交惩了，拉回来，想直接 run， 还是能拿到。哇，太细了。对，就在进攻这件事情上做足了功夫，而且在红区没有很着急，很有耐心，就知道你守得很及时，你不会硬去反。对，打了一波时间差，他也怕北京微博人员布置齐整来反打一波，而且在那个敌情，达摩万一一闪踹个3、4个的话，容易炸。配合张飞，对，
尽量规避一点容错。是医生的走位热点图，主要是上路那波和中右那一波。就是红区和中右。对。哇，今天的 KSG 打得很灵活 ，SG 要分啊。对，一点都不着急。中路也不好压，得回去。因为他上一场那个情况，现在 KSG 对于分数属于那种非常有紧迫感的状态。对，我应该是看到了句号这边第4件补的是一个红莲，现在整个联赛的赛场啊，被婉婉都带起了一个红莲的热潮。是的。但是最大的是这个中轴快掉了啊！逼闪拉回来个达摩，拉回来，但暖阳第一时间进来拆，然后无言闪现拉走。其实这波压的稍微显得有点深。这波应该是红区还要进吗？假进红去推你的中一，但张飞有大，这波应该是不太会进来硬打，就是试一下。中一没了，而且红好像反到了。如果再进你的蓝 buff， 哇，什么都能拿到。两野区加中一塔，有链子，再点回来，你口子也不好进。关键是线还不好带。就每一波 KSG 都在逼微博做选择题啊！现在很难受，野区不好，自己家野区进不了，线还有点难带，特别是中一塔，因为爆的有点快。对，就现在整个视野被关起来了。这其实就前面说到他们在优势局的一个整体的表现，经济差拉得非常快，拉得太大了，这个硬差有点夸张。本来5分半是2000，现在将近8分半那个时间又拉开了，这就是80分的优势分啊！而且这个橘君他第4件做了一个红莲，他是很有容错的。他有双抗的一个加持，微博只能靠选手的个人操作跟就10分钟那波龙团，张飞打我能不能 combo 接得好一点？就那一波，如果没打赢，可能这把就走远了。因为这几个英雄其实，在这种经济下面也都没有那么好发挥。达摩基本就是个纯肉开团手，暖阳这个点，云鹰的经济，他虽然在这版本有数值，但他的经济现在其实不太支撑得起。还是因为你在红色方，你过早的把双 C 给点出来，又没有达到前期想要的一个效果。如果前面还被抓了2波的一个吊点，整体来说就很难打了。野区真的看不了，这微博我觉得不会在这个时间拼啊。他要拼的话，他就可能就是考虑到我10分钟前打一波吊点，看能不能把龙拿下来，但风险很大。找人，无言就顶在前面。这狂铁的话，你要不要把太多的技能给他？是个问题。子墨压了一下位置，但不敢太靠前，直接拉地线没拉到。张飞这个吼的不错，但是阵容已经被拆开来，暖阳那边没顶住，血量被压得非常低。张飞反跳，这波可以撤回来拿 buff 了，可以不用硬打，一点也不着急。是的，就虽然说红 buff 早就刷新了，但是我没找到你全部的人。他不把人，就是他不给张飞好的开团机会。这波张飞的大是被迫吼的大，是的，是为了救队友的大招。但是你别看鲁班大师那个位置看起来很深入，张飞吼着很危险，但因为另一边狂铁位置压得很深，就其实他把北京微博的阵容拆开了，你不敢去开一边，吼完了你会发现也接不上。对，就 KSG 他们进野区的人站位很分散，对，不知道让你开哪一边。对。但九星那里呢又是被逼着吼的大，是的，不吼不行。暗影暴君直接被 KSG 拿下，他这个就很聪明，等于是反而是在10分钟的节点之前把张飞大招还打了出来。就万一你5个人进来，从那个蓝 buff、红 buff 左边的口子一进来，什么张飞吼3、4个，达摩一闪3、4个，那可能就炸了，就炸了。对，他等于刚才在野区里赚到的是什么？你看似没拿到人头，甚至到现在就2个头，但他打出了在10分钟节点上打出了张飞的大，跟打掉了暖阳打野的状态。那你的2片野区跟龙是肯定看不了。对，在每一波 KSG 进红区或者蓝区的时候，他们一波机会都没有给。他主要做得好的是，他是一个开团阵容，但他目的性很明确，就是我进来是为了拿资源，而不是为了非要打人。因为知道如果5个人在同一个区域的话，容易被开，所以说他们一点也不着急。而且微博一定有这种反开的魄力，所以他做的就是尽量不给微博好的反开的机会。是的，哇，拉扯的微博真难受啊！子墨动手，这一下跟进来回拉一把，抓到了句号，还是被逮到机会了呀！刚刚说完，这就是微博的上野。其实这波你说算不算给机会？其实也还好，那个站位，主要是没有特别激进。另外3个人其实看到稍微有点远，大概2秒的时间就被波波给抓住了。其实那位置最稳定的方式是你等个链子再过去。对，这样的话微博可以把这条暗影主宰给开下。对。然后子墨真开，暖阳他真接啊，直接给治疗，不给你过来看的机会，把这个龙拿下来。哇，这一波太关键了！
就已经劣势大到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在没掉一座高地的情况下，过渡掉了暴君，还拿回来一条主宰。应该是子墨的一技能加兵甲都没交闪，直接开到了橘右京，然后锤回来之后，暖阳在空中直接搞了一手空中接力。这是本场比赛微博的第一波上野的 combo， 终于接了起来。还是那句话，数据老师诚不欺我。就北京微博的开团率，它真的跟大部分队伍现在不太一样。就张飞那个大师已经基本上都已经死完了，后续是拆火的大。对，达摩前期的尴尬之处，在这个时候反而形成了一些优势。所以说这是硬币的两面。你要拿夏洛特，他可能前期不一定是这个局面，但是如果真的到这个局面了，你怎么样也开不起来，他也做不起达摩这种事情。对，所以事情真的有两面性。哇，这个位置有点守株待兔的意思。那这波暗影主宰其实给到了微博能够拖更久的一个时间。关键是你看经济，那虽然还是差的不少，但是暖阳这边经济已经补到9000了。但 KSG 这边有一个 BOSS， 就是小雨的敖影。是的，他的经济已经断档的1号位领先了，非常好的装备，他在奔着神装前行，现在已经5件半了。无论是狄仁杰还是沈梦溪都吃不住他的伤害的。前排都被顶，顶得住，这个装备能顶一顶，暖阳顶起来都有点够呛。对，看一下，13分钟11000的经济。对，子墨还能稍微扛一下，拽下去了，第一时间接了个兵甲，子墨没有死，非常硬啊！这个达摩是卖自己的，敖影上天，往侧面飞，队友跟进来再开，但张飞大招位置吼得非常不错。但这波拆完火之后，微博也不能再打了，因为手头已经没有任何的控制能够去接了。哇，这波医生真细节，他是大招完之后接一技能跳龙坑，把达摩一个人拉到龙坑里面，对，导致你微博后续的4个人离达摩的位置特别远，接不上。但是子墨这里确实硬也死不了，但是 KSG 他就是这把打得好的点就是他就是拉扯，他没有非要打死架，对，他就是不停的打你的状态，不停的打你的技能，他一会儿逼你达摩一点技能，一会儿逼你张飞一个大招，就确保你的3个开端点的人是不在一起，不同步。对。但这波是敖影没大招的，要不要找点机会？想抢啊，感觉有点拉了一手大招抵消，回拉一下，但是摸不到这条暴君，可能要撤了。火里面进来，狂点一闪开，但这个开法好像地线没把人留住。小麦侧面拉走，再过来拍一下，这一手拍起来，红进场踢3个，但张飞吼得非常漂亮，完成了拆火，反手反而是打掉了流浪的那边橘右京进来补了一下伤害，带走了橘右京，还带走狄仁杰，反而的话是关羽攻城4，反手给2下雷，伤害有没有？句号压的有点深，自己没来走暖阳大招拉了2个，漂亮，待会儿再给控制，大招没有进场，哇，微博上野非常恐怖，给链子应该是能走的，这波有点太着急了 KSG， 暖师傅啊，这高地塔前大招调2个。我们看一下一会儿看的回放，非常漂亮。其实当时第一下 KSG 开得很好，其实无言第一波进场他是没有直接把人留住的，但他把位置压得够深之后，逼出了所有技能，他第2次敲得很关键。对，但狂点出装备确实很肉，这3个人是打不死的。然后张飞吼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反手大，在这个时候句号钻进来侧面补了一剑，带走了射手位。其实第一波打完之后 KSG 是优势，但是进到高地前的那个位置着急被操作了。对。等会儿回放可以去细看一下，这波又是给了微博搬了2000的经济哦，打不死，真的打不死。关键这个纯粹就是北京微博自己的选手个人操作，这都谈不上失误。微博打赢的2波都是在等 KSD 主动着急去开的，而且这2波都不能说是吃到什么张飞的反手大，就是张飞大吼得很漂亮，但是都是救人型的那种，捏得很死，反而反打的大是在暖阳跟子墨这里。是的。这2波能看出来 ，KSG 目前有点着急了，就高地久攻不下，主要还是从10分钟拿完暗影暴君的那一波。是的，最好是如果第一波暗影暴君推不下来，就去开暗影主宰。KSG 每次就是拿到一点便宜，他想再战把优势扩大一点的时候，就被反打，就容易出事。这条暗影主宰微博是有出来接的资本的，经济差就3000。尽可能保证状态。小雨已经是破军了，句号在斗龙，但是暖阳是在红后的，看着的，但被找了出来，地线先动手，要平了，等一下暖阳下来，但句号还是成功收到了龙。狂点一个顶前面拉走，但张飞的位置稍微显得有点尴尬，达摩下来接了一手，但自己2个人有点留在了空里。张飞被迫交了个大招，这波的能撤赶紧撤，2个人在等 CD。无言的这个闪交的还是很果断的，
如果不交的话，应该是会被子墨的一技能直接踹到墙上，对，然后就配合后续激活秒掉了。这波微博应该就是想试试看抢一下。就毕竟在主宰那边的一个斩杀伤害还是橘右京更高，对一个2成。就看他的这个技能放的动作，就是能抢抢不了算。对，毕竟还是一个防守的视野嘛。对，但张飞那个位置，刚才第一时间是有点危险，但达摩下来拆了一手。就微博这把做得好的点，也就是他们不着于让张飞去喷这个先手大，永远是打反手的，去对保障狄仁杰和沈梦溪的一个输出环境，然后让达摩和云看情况接。让张飞快点攒大招。就 KSG 就是在高地的位置要特别小心，他要防的不光是一个张飞，哇，这个高地压了7分多钟，包括达摩、云音，包括狄仁杰的黄牌都得当心。对，子墨技能交完，逼了个医生的闪。张飞马上有大了，现在这个龙是肯定能处理的，看 KSG 怎么选，要不要回头直接去考虑一下暴君。那这样感觉微博也能接受啊，你这条暗影主宰相当于又浪费掉了。压不上去啊。对，这个暗影暴君其实微博放了也能接受，因为 KSG 确实他在高地的位置，你让他直接去开，他这个阵容是要靠开上高地的，他压力有点大。你不管是流浪还是医生，他不能直接开上去。对。U2技能，黄牌，黄牌，侧面橘右京跟过来配到all in，差点直接秒掉狄仁杰往后走，再被敲了一手，想硬保闪现再调位置又被敲起来，一技能跟上狂点收了狄仁杰在那边活物血量非常残，燎原白斩斩过去差一点点，伤害不是特别够，3个残血都是残血，反手过去处理那边的狂点非常硬，然后给了个链子，再往前走一步，宛如一个战神一样顶在正面，一技能回点血。哇，这波无言打的确实太好了，但就小麦这个闪有点太省了，连续吃了狂点的3个2技能。他就是觉得狂点打不死，而且他不想把技能浪费在狂点身上，他不愿意把那个闪交出来。第一时间的2技能主要给了鲁班大师的大招，只要他没有技能就解控了。他吃敲啊，吃控啊，他都是硬吃的。这波看能不能破一路高地，这是机会。动手上墙又来了，子墨你只要敢来看高地，我就要跟你干一仗。这位置达摩很硬，张飞马上有大招 ，KSG 还得退。本以为在张飞没大的时间能够推一路高地，又是被子墨抓到了。我劝你别推，你不听，你要来我就得开你。这就是子墨的这几脚太关键了。他没给什么机会。对，这只是微博他们抓太好了。那怎么说嘛？那在 KSG 上，难道我不压高地吗？我压高地我就得往前走啊，往前走。有什么错吗？哇，子墨的在这几波防守的塔下作战里面做的太好了。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那个位置小雨可能要考虑一下站位，他不能就是在野区的一个站位，就是他不能被子墨踢到。对，其他人如果被开到，像前排那就认了。就如果把链子给到橘右京，视野就是给橘右京给的。对，就是如果他站在那种能点塔的位置，包括墙旁边是来点塔的话，前面一定是有前排把位置给他挤出来，对，能让他过去点这个塔，他靠自己往前站是不行。微博反推中2，有大招都很危险。这样的话，今天的第1局应该就见到风暴龙王了。其实自从第2轮开始，风暴龙王的出场率就大为提高，因为大家水平越来越接近。是的。哦，另一边子墨的位置被发现了，被找到。沈梦溪上来，无言在这里就是大幅度的骗技能，他的目的地应该还是小麦。但由于两边都没有破高地，所以说兵线还得持续的拉扯。这里要拖，小麦选择去拿个红，但是火舞过来这个位置应该是能够看到狄仁杰的动向的。想抢红，是的，给了一扇抢到了，抢到了！这里其实很赚，少了一个红 buff。哇，想的真多啊！就第一时间看到你狄仁杰好久没露视野了，猜到你在打红。对，主要大家现在都这么干。有时候在团战前看起来看不到对面的射手，看起来好像人都在，往往这种时候在做别的事情。对，而且你斩杀线肯定是没火舞的爆发高的。对。小麦看到的那一瞬间，他也没办法。这个时候再让火舞去带一波线，正面可以拉脱一下。但是微博他能把这个团开起来吗？即便看到人带线，他其实不太好开的，有点难。是的，他这人还是趋向于反手。王姐进来 B 技能，狄仁杰就不交，两个人一起开。张飞侧面大招吼完，火舞在另一边被卡住，转手进来的橘右京两段过来，想找后排的麻烦，小麦被打出了一条命，但火舞这边已经倒地。另一边暖阳开启血手，边退边打的是敖乙跟上的伤害，然后佛甲能够站起来，另一边沈梦溪还在输出，把他有链子拽走，旁边的复活，子墨血量还不错，问题伤害量上微博够不够？无言这个位置已经3连，再给了个链子，有点解决不掉。水龙魂在回血，两段直接进场拉回来之后，子墨也被打掉。哇，这一波医生的几个链子极限救援啊！是的，打得非常聪明。这里听月不太好跑，一刀斩掉。另一边兵线已经被小雨带了过来。
KSG 这里虽然说屡经波折，但是用了22分钟的时间，还是把兵线送到了北京微博的水晶，拿下了非常关键的第1分，让我们恭喜 KSG。哇，最后一波团有点教科书级别的教学了，带线反红，然后火舞从侧边绕，正面开，然后局